前段时间，关晓彤奶茶店成老赖的新闻上了热搜。资料显示，关晓彤代言且由她父亲持股的奶茶店天然呆现存12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1807万元。遥想2021年高峰时期，天然呆门店超200家，如今才过去2年多，现存门店仅剩10家左右。事件曝光后，一条明星们干的副业集体倒闭的话题冲上热搜。有人统计，2024年才刚过半，过去几个月就有大量明星参与的餐饮店宣布关店。比如黄晓明参股的烧江南烤肉店，今年新增了2条被执行人信息。港星吴志雄在内地经营的5家餐厅亏损上千万后，被曝全部关门。港姐冠军谭小环与丈夫蔡强荣创立的香港网红餐厅大渣哥茶餐厅被曝欠租封铺。周杰伦助手创立的麦吉奶茶店，多个城市店铺关闭，目前全国仅剩5家。此外，还有陈赫的贤合庄、郑恺的火凤祥、薛之谦的上上签、沙溢的辣三城等多个火锅烤肉店，如今要么查无此店惨淡收场，要么大规模闭店，处境艰难。而风暴中心的明星也开始极力和老板身份划清界限。那么，明星为啥这么爱开餐饮店，又为啥集体凉凉？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明星最爱的副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谁都不会嫌赚的钱多。明星也是如此，拍戏之余做个副业，早就成了明星的基操。据网易数独统计，除了和本职工作相关的行业外，明星最爱从事的副业就是餐饮。之所以选择餐饮，其实很好理解。一方面，餐饮门槛非常低，容易标准化经营。拿明星大多数选择的火锅、烤肉、奶茶来举例，这些都不需要技艺精湛的厨师，只要把控好原材料，后厨配几个切配员工就能搞定，加工简单，味道还稳定。而另一方面，明星干餐饮有着无与伦比的先天优势。首先，明星自身拥有强大的人气和号召力，可为品牌在创立的初始阶段就带来巨大流量。比如王俊凯父母开的新卡里奶茶店，还没正式营业之前，粉丝们就集体宣传了，甚至开业后，不少粉丝不惜打飞的去打卡。再比如郑恺的火凤祥，开业拉来了几乎小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霸屏各大城市火锅必吃榜，日均等位700多桌。其次，粉丝经济也是明星开店的杀手锏，粉丝会把这类餐厅当成接近偶像的渠道，心甘情愿地去附近的门店消费，期望着与偶像能不期而遇。经典的例子就是陈赫的贤合庄，前几年开店高峰时期，几乎每天都有视频传出，有人在店里和陈赫偶遇，然后坐一起吃饭。所以粉丝对偶像们有多疯狂，大家心里有数了吧？如果你是明星，这随随便便就能割到的韭菜，你割不割？其次，国内明星做餐饮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典型的例子是导演叶京和王朔。上世纪80年代初，两人就在北京五棵松开了一家天府酒家川菜馆，但两人怕开餐厅会影响自己的其他事业，干了1年多就关门大吉。再后来，1994年，田震和朋友各投入20万开了一家湘菜馆子，这个店铺由田震的哥哥亲自坐镇，田震本人也非常上心。据当时的顾客说，人手不够的时候，田震还会洗碗端菜。继续往后是1999年，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大火，他趁热打铁进入餐饮行业，创办了同名茶餐厅，坚持到2006年才关闭。看到这儿，咱说句公道话，以前的明星干餐饮，真没几个是为了割韭菜，也很少去做什么流量营销，大多都是开着玩，小打小闹，或者用于服务自己圈子里。之所以变成现在疯狂割韭菜的局面，还要从陈赫的贤合庄说起。2015年，凭借《爱情公寓》大火的陈赫和主持人朱桢、歌手叶一茜一起成立了福建省贤合庄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家贤合庄火锅店落址福州。和此前的明星干餐饮情况类似，陈赫的火锅店开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除了忠实粉丝，压根儿没什么人知道。哪怕是第2家分店，也是2年后的2017年才开出来，并且接连陷入亏损困境。但到2020年，贤合庄突然一夜爆火，不仅扭亏为盈，还在全国开了500多家门店，引来半个娱乐圈撑腰。其背后化腐朽为神奇的原因，离不开一家名叫四川至善品牌管理的公司，它是后来几乎一切明星餐饮的始作俑者。你可以理解为明星餐饮店背后的 MCN， 也是它让明星餐饮完全变了味。四川至善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老板名叫周洋。这个名字没听过，谭鸭血火锅总该听过吧？没错，四川至善旗下的第1家餐厅就是谭鸭血。经常刷短视频的小伙伴应该有印象，这是一家和明星深度捆绑的火锅店。2018年，谭鸭血火锅面世，
从邀请巴蜀孝星廖健加入开始，之后频繁吸引谢霆锋、张靓颖、成龙、张杰等半个娱乐圈的明星来打卡。后来，谭鸭血老火锅在热门综艺《天天向上》风味中露脸，更是加深了明星火锅的印象。为啥一家普普通通的火锅店能找来这么多明星宣传？这就不得不提四川至善的另一位股东，叫做江哥。在涉足餐饮之前，江哥一直从事文化传媒、演艺经纪、网红孵化等业务。比如2018年，江哥就间接持股一家名叫成都大熊互娱的公司，这家公司的主业便是打造网红、网剧。它背后的朗顿娱乐也是一家知名的网红孵化机构。再比如2017年，江哥和周洋共同持股的成都新灿时代传媒，也是家知名的娱乐经纪公司。所以不难看出，四川至善这家公司的2位老板不但有丰富的网红营销经验，还有大量娱乐圈相关资源。谭鸭血成功之后，他们就想着继续复刻下一个奇迹。试想一下，一个普通火锅店靠明星打卡都能火，那如果直接用明星自己开的火锅店来营销，是不是更简单？于是陈赫的贤合庄成为了他们的新目标。2019年，四川至善的周洋找到了陈赫，说服他开放加盟。合作敲定之后，陈赫和至善联合成立了成都贤合庄公司。双方约定，贤合庄的一切经营事务都交给至善，陈赫只需出面配合宣传，然后坐等分红到账就行了。有了至善的操盘，从2020年开始，贤合庄的招牌一夜之间开遍了大江南北，不到2年的时间，迅速拓店超700家。作为对比，同一时间，海底捞的门店才接近1000家，呷哺呷哺刚刚超过1000家。疯狂开店同时，贤合庄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曝光也越来越频繁。那段时间，大家应该都感受过，只要打开抖音，就能看到陈赫那张脸，他带着各路明星、网红大 V 吃贤合庄的片段，哪哪都是。而且故事的展开都极其相似，比如明星网红在贤合庄偶然碰见正在吃火锅的陈赫，顺势坐下蹭吃蹭喝，再互相聊几句骚话。有些时候，陈赫甚至不用说台词，只要眯起眼睛挑一挑眉，像《爱情公寓》里曾小贤那样渐渐地笑一下就行。这一招效果出奇的好。视频评论里经常有人说，如果我去贤合庄吃饭，会不会也能偶遇陈赫？于是每一家新开的贤合庄生意都好到爆。看到这儿，就有必要说明贤合庄的盈利模式了，以及为什么能快速开那么多店铺。你以为靠的是消费者？其实并不是，纯靠消费回本，周期太漫长了。贤合庄主要靠的是加盟费，割的也是加盟商。想要加盟一家贤合庄，按照城市等级不同，先掏40至50万的加盟费，再加5万保证金，并且店里所有的装修都必须花钱从贤合庄买。这其中，桌椅板凳20万，锅底食材20万，一个陈赫雕像7500元，运费1500元。如果新店开业需要陈赫本人来站台的话，加盟商还要另外付40万的出场费和招待费。如果是单独宴请的那种，费用得花100万。到这步，你以为结束了？其实并没有，加盟商每年还要交培训费和管理费。所谓培训费，是指总部要求加盟商到成都参加员工业务培训，期间费用要加盟商自理，不参加还要挨罚。管理费则是总部去加盟商那里指导的费用，必须每个月拿出2%的营业额上供。所以，一家贤合庄开业后，别管加盟商生意怎么样，有没有赚钱，反正陈赫及其背后的至善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肯定是赚麻了。陈赫的模式走通之后，其他明星也跃跃欲试。毫不夸张地说，前几年几乎全部的明星餐饮品牌走的都是陈赫这条路，比如关晓彤的天然呆奶茶、孙艺洲的灶门坎烧烤、尹正的黄鱼先生、黄晓明的烧江南烤肉、郑恺的火凤祥、吴昕和杜海涛的辣斗辣等等10多家明星餐饮品牌，全都是四川至善操盘的。这些品牌背后经营模式、流量玩法和加盟套路和贤合庄如出一辙，都是明星老板频繁到店里刷脸，再找来网红大 V 们做宣传，之后迅速加盟扩张，赚取加盟费。只不过好景不长，他们没有一个能长久火下去，全都在1-2年之后走向倒闭之路。问题出在哪儿？我们还是拿始作俑者贤合庄来举例。首先，前面说过，这么一家明星火锅店，加盟成本是非常高的，动辄100-200万，而且后续还要源源不断的给品牌方上供。至善品牌给加盟商画的大饼是这样说的：投资预算是170万，500平米的餐厅每月可实现72万元的营业额，合计毛利率达64%，每月净利润22.05万元，利润率20%以上，9个月就能回本。是不是看着很心动？但实际上，大饼里说的是最理想的情况，现实根本不可能。对餐饮稍微了解点就知道，20%左右的净利率在火锅行业简直是天方夜谭。
哪怕是行业龙头海底捞，净利润常年也就10%左右。这就导致，当被骗的加盟商发现自己很难盈利之后，就不得不降本增效，在食材和管理上偷工减料，以至于各种负面事件爆发，比如食材不新鲜、天花板掉落、吃出塑料、大肠杆菌超标等等。再往后恶性循环，加盟店不得不关闭。当加盟商气愤地去找明星要个说法退加盟费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早就撇清了关系。有人中途退出及时止损，有人主动转让股份放弃管理，有的人则声明自己不是老板，只是代言人。比如陈赫就在加盟商闹事后从股东列表退出，郑恺也是在火锅店被拉横幅后火速撤离。至于背后的操盘方四川至善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也火速在官网删除了合作的明星品牌。一地鸡毛后，只剩下加盟商在哭泣。最后归根结底，明星餐饮是一次将明星流量与其他产业的嫁接变现，他们玩的是快速收割、快速离场的套路，真正用心去做餐饮的少之又少。总之，明星投资副业不能抱着玩票的心态，应当真诚对待，用心经营，注重自身口碑和食品安全问题。再者，消费者不是傻子，众多粉丝也不是韭菜，一次两次可以为明星的名气买单，但长期维持还是需要有合适的产品和适当的价格才行。毕竟，这是一个用嘴投票的行业。